一夜之间一城消失，但仍有幸存者出现，寻求帮助无果，悲剧再度上演。鸡小队接洽联合，以度面前艰险。Hey guys， 什么 here？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在等待了正好3周的时间 ，Defa 蹦在他的频道更新了71集第1部分，时长将近4分钟。这集我们将以派者视角看到赤裸战士们的态度转变，并零距离体验被人保护的感觉。除此之外，人类再度出现，遗憾的是他们此时没有了藏身之处。这集表面上的内容不多，大多数在表现心理活动以及对话交流，但仍有一些细节。那么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本集，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看前警戒，视频内容难保有数位过度解读猜测，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前情回顾，联盟成员组队撤离城市，在遭遇到了实力强劲的天文单位后，蜘蛛监控与大圣人离队设法断后，最终逃离的人悉数没能跑出天文魔掌，而断后的2个单位却得以存活。回到本集，开篇便是深红的天空映入眼帘，黑夜已经过去，天亮了。此时的天气也有所好转，大雨也悉数退去，仿佛就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宁静。但此时仍然危机四伏，从面前的土坡、空中飞过的天文飞机以及略有波动的镜头效果来看，派者此时是在水下隐藏了起来，而不是睡醒了。显然，他们正在躲避来自天文空中单位的搜查。监控蜘蛛在旁边，也就证实了派者是上级的大摄影人。可能他们在之前经过战斗后小胜了一手，从而找到了脱身的机会，隐藏在水下，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在派者示意机甲科学家继续隐藏后，自己先来探探路。很快，他来到了路面，看着面前的景象，触目惊心。昔日如群山的高楼，此刻已被荡为了平地。不得不佩服这惊人的破坏力。换做泰坦，我想也要下一些功夫才能做到。但来之不及为之叹息，左侧有钟声传来，察觉到异常，派者闻声望去，远处有一个东西正在移动。这也是预告图见到的那一幕，是一把椅子。它再度出现在了剧集里。这次派者应该是直接看到了，而不是像之前出现时没有那么单独去注意。所以这时推翻了一个理论，椅子是可视的，而不是仅有屏幕前帅气的我们能看见。此时这把椅子相较之前不同，有着诡异的举动。怎么说呢？它就像一个单位似的，从地面平移后飞起，去到了右边，感觉就像开了喷气背包似的。难道椅子只是表面？但关于椅子的说法太多，比如神秘人驱使论、双子监控论、新阵营论，或是隐形的个体论等等，这些说法都有鼻子有眼儿，但都没有得到证实，仅只是个猜测。那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诡异举动，怕又是有新的理论上演了。但无论是哪个论，都像是联盟的友方，除了无微不至的跟随外，上级还帮助了派者。我想最终答案的距离不远了，估计这次的季版或是全季版游戏，因为从目前来看，这部分的内容不是很劲爆，导向是一个短暂的过渡，远没有达到之前所提到剧集的劲爆的标准。这集也没有泰坦，更没有大场面，像是一个大事件到了前的前奏。我们继续，除了椅之外，它的右侧有白光闪射，似乎有个东西正在照射它，会是什么呢？派者跟上，到达了先前椅子路过的位置，但现场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仅有一物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就是这个盆栽。在上集，这个盆栽曾有出现，不过在移动了一段距离后便再也没动了。当然，这个东西出现在了这里且完好无损，就十分的怪异。很显然，假设它与之前的盆栽是一盆的话，那么很难不让人起疑。首先是盆栽怎么会移动呢？其次是椅子到这咋就消失了呢？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可能盆栽与椅子中存在某种联系。试想一下，先前的白光是它造成的，椅子在靠近它后就消失了，可能去到了另一个地方，就类似一个传送点，方便椅子在各个点中穿梭，前往想要前往的地方。假设是这样，那无疑是恐怖了，有些超纲了。我很难想到会是一个什么存在的人物或派系需要用到椅子和盆栽来作为伪装。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想法，可以告诉我哟。除此之外，左侧大树旁是一个电话亭，可以参考一下原模型。之所以需要注意，待会还会再次看到。在下个视角边缘望过来时，可以看到神秘人出现了。这个位置看过去，甚至给人一种监控人侧身的错觉，但其实仅为短暂露了一下神秘人在这里。当派者没有看到椅子后，此时左侧有几声咳嗽声传来，转头望去是5个人类。很显然，此处的大火有点呛人，导致有些咳嗽声，总不至于是昨天下大雨感冒了吧？此时人类的出现不禁又带来一些问题，他们一来就开始与派者互动，提醒着派者不要开枪，自己人。他声称曾见过派者类似的单位帮助了其他人，所以由此来看，这些人认为监控人是友好的，所以才敢从隐藏的地方出来与之交流。他寻求派者是否能将其带到安全的地方，但大圣人仅是做了个指向后，将要转头指向了前方类似教堂的建筑物。这是游戏中的样式，可以大致查看一手，说明派者是想让其暂时先躲起来，因为随时可能有危险来临，于是准备转头查看四周。这
这里就能看到先前所说的神秘人出现在了右上角。但这名女战士对躲起来的建议很快否定了，因为教堂里面着火了，也就是说可能他们先前就是从里面出来的，因为大火的原因产生了浓烟导致咳嗽，所以无法再继续躲避下去。由此我有一个猜想，我们已知的是天文单位对摧毁建筑情有独钟，但这样的方式对联盟成员似乎毫无用处，也不曾见过使用，因为他们自己都有着基地，所以摧毁建筑的意义是什么呢？可能是对付人类。人类现在联盟成员来讲就不一样了，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看到他们拥有什么聚集点。那么这些房产中是否有人类在其中隐藏呢？不排除这个可能。我们假设一些建筑中存在人类，那么天文方为何费尽周章宁愿无视联盟成员也要摧毁呢？我想对于人类这样的生物来讲，他们比其他种族更加聪明，更具有智慧，而这点可能被天文方忌惮了。人类是最具潜力的种族，上限十分的高，说不起有一天会带来什么惊奇的东西，但这个仅为猜测。我们继续，话刚讲完，这名战士脸色突然大变，惊恐万分，后方有滴来袭，是一名天文杂兵来了。派者迅捷如风，立刻开启能量护盾，但还是比较遗憾，在派者转头时可以看到已经有一颗飞弹飞向了后方。从炮弹的走向来看，依旧是对于人类的进攻性超过了联盟成员，结果可想而知。派者只能先应付面前的敌人，先后将2个杂兵击落。此处同时也回收了此前的预告音频，很显然又猜对了，发生了如预测一致的走向，以及天文单位炸到前的音效。面前的2个对手已经解决，派者再次转头看到了令人揪心不忍触摸的一幕，刚伸出的手下意识又伸了回来。就在几息之前，他们还完好的站在这里，可现在随着刚才漏掉的一发炮弹，肉体之躯无法抗衡，无条生命不复存在，这是不幸的。只愿活着的人能安好。没等给派者沉浸的机会，远处的火焰后方有着一个单位出现，在烟雾的遮挡下若隐若现。从其平易的移动方式以及背后的水箱还有右手的武器都与突袭派者的天文单位一致，应该就是他了。虽说派者提前预判了走位，也没能料到声东击西右侧被攻击，他推倒派者后立刻接连攻击，破掉了能量护盾。好在派者及时喷气加力拉开距离，让天文战士凭借高机动撞击击倒了派者。就在即将按下 F 时，打左侧飞来了一把长刀，打断了他，是无双厕所来了。由此我们再次预测正确了，这是无双厕所的武器。他一来就电锯卸掉了天文战士的半边武器，同时配合激光输出。紧接着特种厕所也出现了，收割镰刀卸掉了2侧机械臂，再补上飞弹击退。但连招一般需要3连才有巨大效果。肌肉剑厕所也来了，他凭借剑术的肌肉轻松捏爆了这颗番茄。3人结伴出现，且周身的装备看起来有个升级，就像是附魔了一般。我们已知的经过不短的时间跳跃，现在看他们的样子似有了一些老成，比如胡茬、脸膜什么的。那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濒死到维修都能好，升级更不在话下了。他们的武器都上了一层橙色光芒，就与天文单位大部分杂兵的主题色类似。我想除了他们独有的专属武器外，肌肉剑厕所背后的炮管不排除也是。之前在75集中我们看到女变种厕所打完后不忘带走天文单位的炮管，除了带回去研究外，我想还可能是改装到自己的身上，因为看起来很类似。但也不排除是他们的技术已经可以研究一些天文的东西了。对此不知道电视科学家的进度如何，在线催进度。3人一来就开始与拍者互动，从他们交流的内容中可以得知，对于拍者将枪口对向自己表示疑问，是探头的零件秀逗的吗？就在刚才就这里，显然此次拍者很紧张，对于这个曾经的敌人他还不能完全相信。肌肉剑暂时让其放松下来，并说出了与预告中文字信息一致的话语，同时半顿甚至表示可以成为正式的朋友。不过拍摄者给了个手势让其自行领会。肌肉剑战士见状并没有因此感到愤怒，反而轻笑，同时摘下眼镜，似乎是让拍者看到眼神里的诚意。他们不是在征求意见，也不是在询问，而是势在必行。单独的一方不好对抗天文，属于这朋友的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很快又有动静传来，3人立刻整装备战，一个天文拦截机以及2个护航杂兵来了，所有人开始战斗。右边可以看到特种战士飞扑带掉了一个护航，而左边护航的应该是其飞弹带走的，因为无论是肌肉剑战士还是无双战士，他们的远程攻击都有着相应特效，只有飞弹没有，在模糊之下看不清也情理之中。随着几人配合输出刷怪，天文拦截机又一飞弹飞来，差点带走拍者，好在还有援兵。画面之外 DJ 的音乐响起，不久之后全副武装的 DJ 小子来了，靠近就是一道声波，掀翻了几圈拦截机。随后肌肉剑战士与蜘蛛监控相互配合攻击，干掉了部分机翼，导致失衡，拦截机坠机了，最终成为了一个不动靶子。很快麦克战士也出现了，他的6把光刃也附魔了似的，随后怪叫2声完成击破，最终肌肉剑战士将头颅抛出，砸向了另一个天文单位。自此危险得以解除，派者也不吝啬的给了个大拇哥。看看这
第一节小字激动的。随着最后一句 Let's go， 本部分完，这集的大致内容便是如描述一致监控人与鸡小队正式结盟，也算是补全了没有这方面的刻画，这样后续合作的推进将会变得更加合理。根据之前透露，其实这一集可能会分为4个部分，而现在仅是第一个部分，可能看起来没什么感觉，但能称之为劲爆的一集，那显然不是只有这点内容，在烘托劲爆前来些铺垫是精妙的，这样使得更加期待后面会发生什么。而下一部分可能会比以往更快的发布，因为有了新设备且已经规划好了一些内容，而接下来的部分都会比前一部分更加精彩。在这发布更新新的剧集出来前，大家敬请期待吧。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 Peaceman，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